中美竞争这个词早已经变得屡见不鲜，在如今国际社会上，在国内媒体上，这个词更是被说到所有人都耳熟能详。而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发展起来，美国觉得自己的霸权受到威胁，以至于想要压制中国，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于是扯上中美竞争的大旗，掩盖自己只能不择手段针对中国的落魄。最近，美国再次把这个大旗拉了出来，表示自己要正式动手了，并且会率先从南海开始。那么，南海会乱吗？这件事主要是美国国会更新了一份报告，报告的名字就是《中美南海和东海战略竞争：国会的背景和问题》。而这份报告也赤裸裸地揭露了美国的野心，更是表明了美国接下来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拿南海开刀了。根据美国海军学院转载的这份报告得知，美国如今已经把南海定义为了中美战略竞争舞台的中心，而为了防止中国在该区域内建设大规模的岛屿和基地，甚至针对性的用手段对区域邻国采取手段，成为东亚霸主。美国已经对此制定了潜在的总体目标，将在后续直接在南海展开行动。美国只是把自己的意向当成了真的，中国在外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以和为贵，从不侵占他人一寸土地，也从不放弃自己任何一块土壤。美国所说的中国用针对性手段去对付邻国的事情又从何说起呢？在中国周边，多少国家和中国交好，受到了中国的帮助，美国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在扯上了中国威胁论后，终于转到了正题，中美竞争上。当然这一块基本上都是美国想要在中国身上达成的目标，就是可惜美国想的挺美，中国可不一定会答应。美国国会报告上是这么说的：鉴于中国的种种威胁，美国决定要履行美国对西太平洋区域国家的安全承诺，其中从日本到菲律宾都在美国的承诺范围内，然后要维护美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平衡，捍卫航行自由。为此，美国将采取更加具体的方法，比如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群岛的任何行为，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任何动作，阻止中国在南海的任何活动，从建设基地到部署军事力量，甚至还要阻止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等。简而言之，继续挑拨菲律宾和日本对中国南海下手，力图让中国把南海让出去，阻止中国借助南海打开海上贸易局面。不得不说，美国想的还真是够美的。之前就一直挑拨菲律宾，如今还想继续这个手段，甚至变本加厉阻止中国反击，还真当中国是病猫。中国确实更乐意以礼待人，但是并不代表中国就是软柿子。任何胆敢损害中国主权利益，在必要时刻必将面对中国的强力反击。就像国人说的，美国敢来，中国就敢打。中国从来不怕打仗。对岸的一些所谓军迷和分裂势力经常无端炒作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近日，台湾某博主在其脸书首页新227部队军事杂谈上发布一条信息，称法国海军的一艘普罗旺斯号护卫舰出现在了彰化方院外海，并且提供了国际船舶位置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截图作为证据，故意引发网友的兴奋讨论，甚至有独派网友称这是法国军舰来保护台湾。但很快就有岛内军事专家对此进行了指正和批评。台著名军事专家张晋博士表示， Marine Traffic 并不是一个真正依靠定位系统来定位船只位置的网站，它其实只是一个接到会员通报就自行标注船只位置的网站，也不负责对船只正确身份进行甄别。因此，只要满足条件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标注船只位置，以此来判定台湾周边船只和军舰的位置是非常不严谨的。根据国际船舶海上移动通信业务 MSSI 标识码来看，这艘标识的普罗旺斯号护卫舰的 MMSI 码是999999998，这其实是一艘加拿大海岸警备队的巡逻舰的代码，而普罗旺斯号的正确代码是227999300，可见这些无聊的人的伎俩有多么低劣。张晋博士表示，很显然这是有人在恶作剧，甚至就是独派社团故意搞的鬼。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制造话题，或是故意炒作，给独派势力和新闻媒体发挥的空间。这些所谓的名嘴整天都在利用虚假信息制造谣言，妄图拉拢更多的人进入分裂的行列。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需要关注此次是否真的是法国海军来此一日游，从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出，法国人确实来者不善，野心不得不防。法国已经多次表示会重返亚太，
并且会积极参与南海和台海事务。此前，法国已经派出过一艘红宝石级核潜艇翡翠号穿越南海，试探中国海军。红宝石级是法国冷战时期的主力攻击型核潜艇，是全球最小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为法国的凯旋级战略核潜艇提供保护。其后，法国还派出了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雷电号和拉菲特级隐身护卫舰叙库夫号再次进入南海。这样看来，法国迟早会选择时机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进入南海，从而成为继美国和英国后第3个派遣航母进入南海的国家。更值得警惕的是，法国已经和日本搭上了线。今年，法国陆军派出了部队前往日本本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联合演习，而演习科目正是非常敏感的夺岛演习和跨海登陆。所以，虽然法国一直特立独行，不愿和英美等国抱团行动，但其干预东亚事务的野心却不能忽视。派遣军机到中国周边进行抵近侦察是美军的常用伎俩。日前，美军再现一个反常举动。据南海战略探视感知最新消息称，当天凌晨2时左右，美国空军一架 RC-135S 侦察机趁着夜色起飞，前往东海进行侦察举动。单从这一侦察时间来看，美军这一次似乎在刻意低调，这不免让人怀疑美军背后的真实用意。而除了侦察时间让人警惕以外，美军机的动作也十分古怪。据报道介绍称，美军在东海沿海进行了长时间的侦察，在4时许已经行进至宁波外海附近，最近时距中国领海线仅只有20海里。在此期间，美军机还不停地进行往返飞行。这并不是美军第一次进行类似的举动，在今年8月初，美军也进行了类似的举动。据粗略统计，上一次美军机在抵近侦察期间南北往返10多次。尽管目前仍然不能确定美军这一诡异行动背后的真实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军一定在背后策划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行动。巧合的是，美军进行这一诡异行动的时间正值阿富汗局势变天之际。日前，塔利班武装正式宣布占领阿富汗总统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标志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除了这一局势改变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以外，这次塔利班的空前胜利也让世人见证了美国的惨败。分析师指出，美军可能没有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不久以前，美国情报部门预测称，塔利班攻下阿富汗首都可能需要90天的时间，而这一预测刚说出口没几天，塔利班就用行动狠狠打脸美国。这也让人疑惑，美军花重金武装起来的阿富汗政府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唯一的解释就是美军衰退了，阿富汗政府军的无能就是美军的溃败。对于中国而言，将美军侦察机的异常举动同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联系起来的话，背后或在传递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本质上来说，阿富汗局势一夜生变的背后是美国不负责任的地缘战略。换句话说，美国现如今在中国周边布局，未来存在地区局势迅速恶化的风险，这一点也是国人最为担心的。因此，对于这一点，中国必须万分警惕。除此以外，中国必须提前布局，只有提前掌握了主动权，才能够在未来的较量中更好地击溃美军的地缘政治手段，打碎美国霸权图谋。在8月16号，台媒名嘴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解放军动手兵临城下，台当局该如何自处。该文章就塔利班攻陷阿富汗首都以后，美军的种种表现论述，认为台当局很可能会面对2个选择，一个是像如今的阿富汗总统一样携带大量现金逃跑，另一个是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文章认为，美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塔利班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彻底推翻了美军努力了20年的成果，而面对阿富汗政府的求救，美军却只忙着撤兵撤人，甚至于对于求救的曾经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也是见死不救。而到如今，台湾当局却一心一意地想要抱紧美国大腿，却浑然不知大祸临头。台当局长期以来都在利用舆论和传媒的力量，不断给岛内民众灌输大陆不会动手，美国一定会帮助台湾的幻想，将2300万岛内民众的命运交给了美国。然而，不论是阿富汗被果断抛弃，还是越南战争里的西贡铁拳，都已经向外界清晰地展示出美国人的真实态度。而讽刺的是，台当局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大变动的时候，各个宣传窗口和传媒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好像什么事情都看不见，有时候甚至还喜事丧办。该文章颇为讽刺地表示，假如台湾也面临阿富汗现状的状况，当局最有可能还是选择卷款跑路，而且就算当局选择抵抗到底，然而台军里的那些将领们是选择进行最残酷的巷战，还是直接举手投降呢？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评论认为，如果大陆动手推动统一进程，那么解放军很可能会面对一个没有台当局的台湾岛，别说抵抗了，可能从当局的核心人员到台军将领，可能听到风声的前一天就战略转移到美国去了。也有网友认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岛内一些分裂分子总觉得自己是独特的，美国对待自己不会像对待阿富汗傀儡政权一样用完就丢，脑回路之清晰你都无法想象。